大家好，我是小孙。小米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谷类食物，属于粗粮，不仅营养非常的丰富，而且特别的容易被人体的体质吸收，增香开胃。许多朋友都喜欢用它来煮小米粥喝，但是也有朋友觉得自己煮出来的小米粥没有外面卖的那么浓稠好喝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煮小米粥的小窍门，让你以后煮出来的小米粥米油十足，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喝。首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在买小米粥的时候，并不是越黄就越好哦。如果您看到的小米是金黄的那一种，那可就要谨慎购买了。这可能是有些商家为了颜色更加的好看，而添加了姜黄素在里面，长期使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危害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在挑选小米粥的时候，一定要挑选新鲜的，并且是颗粒饱满的小米，哪怕是个头小一点也无所谓。而新鲜的小米颜色是这种淡黄色，而且有光泽感，闻着会有一股浓郁的米香味，尝一尝，味道是微甜的。我们先来清洗一下小米，放入大碗中，加入清水，把小米简单的淘洗一遍。我们在清洗小米的时候，切勿过量清洗和使劲揉搓，以防止其中水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大量流失。把小米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先把小米浸泡一下，很多朋友都会忽略了这个步骤，所以煮出来的小米不够浓稠。接下来我们往砂锅中加入足够多的清水，熬粥要首选砂锅，不要用电饭锅或者是铁锅。150克小米加入2300毫升清水就可以了，盖上盖子，大火将水煮开。现在我们准备一块南瓜，先把南瓜的外皮削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一定的帮助，麻烦你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改刀切成小方块，这样方便煮熟。煮小米粥我最有经验了，从小喝到大，包括现在依然有这样的习惯，7、8种小米粥每天换着花样来做。切好的南瓜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，然后控水捞出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砂锅中的水也已经烧开了，把泡好的小米连同水一起倒入砂锅中。很多朋友都会直接冷水下入小米就开始煮，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。冷水下锅温度不够高，小米中的淀粉就无法快速糊化，终究会清汤寡水的，根本熬不出米油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。然后我们把表面的浮沫用勺子舀出来，而且开水下锅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容易沉底粘锅。全部舀干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南瓜加进来了。现在开最大火来熬10分钟就可以推动一下，但是怎么去推呢？推就是前面要用无火，也就是大火去攻。就这样先用大火煮10分钟，现在小米粥10分钟就已经到了。现在就可以把大火转为中小火了，也就是文火慢慢熬上30分钟。同时我们可以往里面加入一勺没有味道的玉米油，防止溢锅。搅拌均匀就可以盖上盖子了。但是盖的时候不要太严实，像这样露出一条缝，小米粥就不会扑锅。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来准备一把枸杞，没有的也可以不用放。加入少许的面粉，倒入清水，然后把枸杞抓洗干净，这样才能够洗掉枸杞夹缝中的污垢。再换水清洗一遍，这样就可以啦。现在枸杞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，可以很放心的使用了。先装入盘中备用。
半个小时到了，我们来看看小米粥。可以明显的看到米油已经在逐渐的出来了，但是变化还不是很大，因为还差最后一步。现在我们文火转大火，再次用无火攻10分钟。按照这个步骤做出来，小米粥会非常的浓稠好喝。做最后这一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用勺子不停的搅拌粥，不搅不粘稠，不搅不顺滑。同时在这一步，小米粥就会变得越来越浓稠了，米油会更加的丰富，搅一搅还能够防止粘锅底。别看小米就是加水，最后你会发现，用心做和不用心煮完全是两码事，做出来的味道会完全不同。熬好的小米粥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，因为小米粥含有大量的淀粉，可以为身体提供能量。不仅如此，小米粥还含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、多种氨基酸，经常吃有健脾胃、清热解毒、缓解精神压力等作用。熬好的小米粥，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往里面加入枸杞之类的食材，加入几颗冰糖清凉解暑，做出来味道都非常的不错。加入枸杞后再煮1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出锅啦。这样煮出来的小米粥米香浓郁，好吃又营养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小米粥的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，这可是天然的米油，非常的有营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都清楚了吗？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